外星人第一次坠毁在地球上，为了不引起大众恐慌，美国掩盖了飞船和外星人的真相，甚至连总统都毫不知情。国防部还设立了51区对其进行研究，本以为能通过外星人的标本研究出高等科技产物，却没想到40年后，在月球最不为人知的黑暗面，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正在快速接近地球。在地球上的外星人探测中心收到了来自外星的信号，一时间科学家们手忙脚乱。很快，国防部也得知了消息，确认一艘直径550公里的巨型 UFO 正在向地球飞速驶来，体积几乎是月球的1/4。这时，外星母舰通过入侵地球的卫星获得了足够的线索，停在地球轨道上方。从母舰开始分裂成30艘小型母舰。第二天，国防部向总统汇报了这一情况，说散落的小型飞船虽然比母体小，但直径也有15公里以上，一路火星闪电般的向世界各地飞去。几乎所有的探测设备都被不明原因干扰。总统府收到了大量飞船的目击报告，但他们仍在隐瞒真相，并极力安抚受惊吓的群众。与此同时，电视台的设备也因干扰而瘫痪。电脑工程师戴维被请来紧急抢修，在检查设备时，他竟然发现卫星中夹杂了一种神秘信号。不过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电视上正在报道的外星飞船目击事件。大家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寻找避难所。很快，飞船直接穿过了大气层，空中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烧云，颇为壮观。在世界各地的上空也都相继出现巨大的飞船，遮蔽了整座城市。人类见到此奇观，纷纷驻足观看。但很快，大家的好奇就变成了惊吓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，大街上车祸频发。所有人看到铺天盖地的外星飞船，都心惊胆战。总统看着其中一艘飞船在白宫上空盘旋，随后他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，让市民们不要恐慌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外星战舰，恐慌情绪早已经在人群中蔓延。他们开始收拾行李，打算离开这座城市。而当戴维看到城市上空巨大的 UFO 后，他认为信号很可能是外星飞船在相互通信，而递减的讯号就像是倒计时，当信号结束，他们就会发起进攻。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知美国总统。在前妻的帮助下，他并表达了自己的猜测：外星人之所以将飞船停在各国首都，是为了同时发动袭击，一举秒杀全人类。同时，为了弄清楚对方是敌是友，军方派出了3架迎宾直升机，试图用柔和的灯光与外星人表达友谊。但外星人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发射一枚激光炮摧毁了直升机。这也证实了德维的猜测，这群外星人果然是来者不善。这一刻，人类终于明白他们的意图，大量市民开始逃离，城市瞬间变得拥堵起来。总统连忙带着一众高官，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迅速撤离。不过，依然有一群狂热的外星人粉丝，他们丝毫没有惊慌，甚至还举着牌子爬到顶楼，举办了一场欢迎会，哭着喊着求外星人带走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飞船缓缓打开了舱底大门，刺眼的光芒逐渐凝聚能量。狂热的粉丝们屏住呼吸，静静地期盼着神迹的发生。此等奇观让正在逃亡的人类纷纷下车驻足观看。但外星人可不是来表演灯光秀的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是毁灭。突然，一道毁天灭地的光柱倾泻而下，顷刻之间，100米高的建筑瞬间被击个粉碎，能量迅速向外蔓延，街道上的人群都来不及反应。燃烧的火焰如同海浪一般席卷了整座城市，无数人在一瞬间消失殆尽，整座城市变成了地狱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，仅仅是降维打击就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。熊熊烈火犹如猛兽般吞噬一切，紧接着白宫等标志性建筑被直接秒成了渣。我虽然很想说一句干得漂亮，但是我忍住了。不得不说，外星人的军事科技真的很强大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直接将一座城市摊成了煎饼。幸运的是，总统一行乘坐的飞机在最后时刻成功逃出，这才免遭一难。这一刻，慌乱的人群中，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正在逃命，眼看着灾难即将来临，她急中生智，一脚踹开隧道维修室，带着儿子躲了进去。在死神降临的最后一刻，狗子也跳了进去。第一波攻击过后，整座城市化为废墟，只剩下母子和一只狗活了下来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军方立即展开反击。王牌飞行员史蒂文被迫结束假期，提前返回基地接受任务。很快，一支空战部队集结完毕，朝着外星飞船的方向突击。当战斗机抵达外星飞船前方时，眼前的庞然大物让飞行员都感到震惊。但目前的局势没有时间让他们胆怯。在距离飞船几公里的地方，指挥官果断下达了自由攻击的命令，数百枚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同时发射。然而，就在距离飞船100米的地方，它的表面泛起了一圈圈绿色的波纹，挡住了所有导弹的攻击。于是，飞行员决定发射威力更大的导弹，但结果还是全部失败了。看来飞船周围似乎有一层坚硬的防护罩，根本无法被人类的导弹击破。科技相差如此之大，这还怎么打？眼看战斗机离外星飞船越来越近，飞行员急忙向上拉升，但一架战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撞上了防护罩。
本想继续撤退，这时大量的小型飞碟冲了出来，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正式打响，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空中战斗，人类的战斗机相继陨落。这些小型飞碟不仅战斗力强悍，而且也带有防护罩，这对于军方来说显然是处于劣势的。很快，人类的机群所剩无几，总统立即下达了撤退指令，但为时已晚，在外星人的猛烈攻击下，整个战斗机编队就只剩下2架飞机了，并且外星飞碟还在继续追击。其中一名飞行员为了保护同伴史蒂文，选择爬升高度吸引火力，结果被打成了炮灰。很快，飞行员就只剩下史蒂文一人。与此同时，无数外星战斗机利用信号反追踪，突袭了北美防空基地。结果人类还没来得及反击，整个基地就被外星战斗机彻底摧毁，像是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星际大战。另一边，史蒂文利用出色的飞行技术，将一艘外星战机引诱到峡谷中。凭借着峡谷地势险峻，他不断做出高难度动作来躲避敌人的炮火。但此时他的战机燃油即将耗尽，史蒂文急中生智，一把将战机的减速伞打开，蒙蔽了飞碟的视线，将自己弹射出了机舱，战机直接撞毁在前方的悬崖上，并利用地形让外星战机无法及时做出反应，紧跟着坠毁在地面上。史蒂文则从空中安全着陆，好在战斗机并没有爆炸。回过神来，他骂骂咧咧地走向飞碟跟前，打开舱门一看，里面的外星人还活着，于是他一拳把外星人打晕。稍作调整后，史蒂文用降落伞布包着外星人，准备将他拖回基地。这是牺牲整个编队才换来的一个俘虏。史蒂文不禁感叹，人类在高等文明面前还是太弱小了。在途中恰好遇到了逃往郊区避难的车队。另外一边，人类的进攻再次失败，总统正焦头烂额商量对策，很快就因是否动用核弹的问题吵了起来。这时戴维的父亲站出来指责他们，明明50年前就在51区逮捕过外星人，为何政府研究了40年却毫无作为，导致这次外星人再次入侵，造成这么大的破坏。听到这儿，总统却安慰道，俘虏外星人和51区都是用来骗小孩的，如果有的话，他怎么不知道？然而国防部长的一句话让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尴尬了，他们便把总统带到了51区。眼前这个外星人全身包裹一层坚硬的生物铠甲，科学家用手术刀沿着头部的缝隙慢慢切开一个口子，过程中铠甲突然张开，吓得众人三魂丢了七魄。好在这只是虚惊一场。随后科学家们开始一层层解剖内部，等打开之后，大家终于看清了外星人的真面目，看样子不像是还活着。此时一旁的助手察觉到外星人的手指轻微移动，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来临。紧接着外星人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就在他们对视的那一刻，外星人释放出脑电波攻击了科学家。外星人慢慢站起来挣脱了束缚，开始对在场的所有人展开了攻击。短短几秒钟，实验室里一片混乱。不一会儿，总统过来查看研究进度，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。这句话是外星人通过自己的触手借助科学家的声带发出来的。随着浓烟缓缓散去，外星人终于露出了真身。总统试图与外星人谈判，大家可以和平共存。殊不知外星人早就铁了心要毁灭人类。在谈话中，总统无意中看到了外星人的眼睛，结果也被外星人用脑电波袭击，顿时头疼欲裂。为了救总统，其他人赶紧果断开枪击毙了外星人。倒在地上的总统这才有所好转。而总统通过刚才的意识连接，得知了外星人的计划。原来这伙外星人在宇宙中就像蝗虫一样臭名昭著，四处掠夺各大星球上的资源。等到自然资源枯竭之后，便去其他星球。这回轮到地球了。由于外星人的意识是实时共享的，在军官将他击杀后，一场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战争注定要打响。就在刚刚，总统等人来到神秘的51区时，见到了40年前捕获的外星人飞碟。看着眼前的外星飞船，所有人倍感震惊。这些年里，科学家们一直在进行修复，直到前几天外星飞船突然降临，飞碟才重新启动，以及当年战斗机里的3名外星人都被完好的保存着。遗憾的是，经过40年的研究，才知道外星人其实和人类很相似，虽然他们的身体也很脆弱，但他们身上却披着一层像套娃一样的生物铠甲，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，以及能通过心理感应进行交流，其他就一无所知。随后博士带着戴维参观了飞碟内部，并告诉他自己对这艘飞船基本研究透彻，但唯独显示器上的图表，博士研究了40年却一无所获。戴维顺势拿出自己花40秒破解的卫星信号，直接把电脑和外星飞船连接起来，解决了博士40年没研究透彻的问题，这让博士啪啪打脸。与此同时，史蒂文跟着逃难的顺风车一同把外星人带到了51区，再将抓获的外星人出示给守卫看后，守卫连忙让行。博士得知外星人还活着，激动不已，迫不及待地把他推进实验室，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另一边的指挥中心截获了一条重要信息：北约和西方盟国的设施按照外星人目前的攻击速度，全世界的主要城市将会在36个小时内全部被摧毁。这下总统彻底怒了，最终决定动用地球上的终极武器毁灭他们。紧接着，一架携带着核武的 B2 轰炸机向外星飞船靠近，等到目标锁定后，随着总统一声令下，一枚核导弹被启动，朝着外星飞船飞去，击中了外星飞船
船，强烈的冲击波瞬间扩散开来。就在大家欢呼雀跃，以为击毁目标的时候，侦察兵发现外星飞船竟然完好无损，就连人家的防护罩都没有破开。总统的心瞬间凉了半截，人类最强的武器都没用，可见外星科技领先人类太多了。总统失望地撤回了所有人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，以为世界即将灭亡。戴维也因此喝得烂醉，颓废地在室内破坏东西，内心充满了崩溃和绝望。虽然他知道外星人的信号模式，可知道又怎样？但他还是无能为力。直到父亲提醒他多穿点衣服，万一染上病毒会感冒的。这句话让他清醒过来，找到了突破的方向。于是立即召集所有人来到了大厅。他把一个可乐罐放在外星飞碟上进行测试，第一次子弹毫无悬念地打在防护罩上，反弹了出去，吓得所有人一大跳。可在戴维输入电脑病毒后，外星飞船的防护罩已经消失，结果子弹很轻松就击中了可乐罐。原来戴维发现外星母舰入侵了人类卫星，所以才能精准的在每个重要地区发动攻击。如果他能登陆外星母舰，在几分钟内把病毒植入到母舰的系统里，就能关闭所有飞船的防护罩。全球军队同时联合进攻，必定能给外星人致命一击。虽然有些人没有听懂，但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史蒂文自告奋勇，由他驾驶坠毁的外星飞船，和戴维一起潜入外星母舰。总统同意了这个策略。随后，他们用最原始的摩斯电码联系了其他国家剩余的空军力量，联合起来向地球上的外星入侵者进行最后的反击。出发前，总统对即将奔赴前线的飞行员进行了简短讲话。他告诉大家，全世界的军机将会联合起来，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击战。现在人类已处于毁灭的边缘，不能再为一点小事自相残杀，要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自由而战。今天就是地球的独立日。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之后，军方召集了所有有飞行经验的人，甚至连总统都御驾亲征。出发前，军方在飞碟上安装了一枚核弹。史蒂文和戴维驾驶着飞碟朝着母舰的方向飞去，两人很快来到外太空。在即将靠近母舰时，飞碟竟然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，这出乎史蒂文的意料。在他们顺利地进入母舰内部后，两人瞬间被吓傻了，里面竟然聚集着数以百万的外星大军，看样子他们也准备对地球发起总攻。这时史蒂文担心被外星人识破，戴维立即关上了不透明的遮光窗，没想到还真的蒙混过去。飞碟顺利向停机坪接轨，开始补充能量。戴维借此机会成功连接母舰，开始上传病毒。此时人类战斗机编队抵达了预定位置，很快病毒就植入成功。地球指挥部收到消息后，总统带领的机群向外星飞船进行了试探性攻击。但是在导弹即将击中飞船的时候，飞船周围的防护罩依然存在。戴维的计划似乎失败了，飞机编队不得不暂时撤退。但是不畏惧的总统又发射了一枚导弹，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战机群再次恢复编队，开始集中火力向外星飞船发起全面进攻。只见无数气势汹汹的飞碟倾巢而出，双方在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。只要没有了防护罩，人类与外星人的战力势均力敌。与此同时，地面基地也遭到外星飞船的袭击，无数士兵惨死。所有人都赶紧躲进防空洞，来不及逃的都成了炮灰。外星飞船也缓缓移动到指挥部的上方，并启动了终极武器。总统发射一枚导弹想要阻拦，不料没有击中要害。眼看着激光炮即将发射，结果众人的炮弹都用完了。紧急情况下，一名老兵将最后一颗导弹锁定目标，无奈导弹竟然卡住了。危急时刻，老兵摘下氧气面罩，开着战斗机独自飞到能量口。就在激光炮发射的前一秒，老兵舍身直接撞上发射的炮口，没想到外星飞船从里到外被炸了个通透。原来飞船的菊花才是他真正的弱点。随后指挥部便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各国盟友，很快世界各国也如法炮制。就这样，所有的外星飞船都被摧毁了。另外一边，史蒂文和戴维完成任务准备离开，却发现飞碟被固定无法启动。对面的外星人也发现异常，将控制权转移到了母舰，手动打开了飞碟窗口，这让两人陷入了绝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和对面指挥舱里的外星人打个招呼吧。输入了自毁程序，设定30秒倒计时，并发射核弹，打算同归于尽。结果意外破坏了控制中心，飞碟的控制权被解除。史蒂文驾驶飞碟选择迅速逃离，身后跟着3架外星飞碟紧追不舍。史蒂文使用高超的飞行技术，朝着出口冲去，一次又一次躲过攻击，终于在舱门关闭前0.23秒逃了出来。外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核弹倒计时，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母舰破碎成无数碎片，人类终于取得了胜利。戴维和史蒂文以拯救地球的英雄凯旋归来，两人也都顺利抱得美人归。战舰爆炸产生的浓烟和大气层中母舰残骸的燃烧痕迹，如同烟花一般，庆祝着地球的独立日。这是26年前上映的经典科幻片。如果外星人降临地球，以人类现在的科技能打败他们吗？外星人来了，是否也有人会做出一些狂热的举动？